为什么有些人长得不出众，但只要一开口就能瞬间抚平你的焦虑，自带一种让人安心的仙气，而有些人明明穿金戴银，背景显赫，却总散发着一种让人想倒退3步的压迫感。心理学家可能会告诉你，这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或者是基因遗传，但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更宏大的生命秘密。你以为的脾气跟气场，其实是灵魂在千万年的生死流转中深深印刻下来的气味与烙印。我们总在纠结这辈子碰到的烂摊子，却忘了把时间轴拉长到无始劫来看。看不见过去的因，我们就会永远困在现在的果里，痛苦挣扎。佛教里有一个震撼却无比慈悲的观点，我们今生的性格与气质，其实不是这辈子才养成的，而是灵魂在漫长轮回中刻下的印记。生命不只在人道流转，而是在天、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这6道中不断轮回。人死后的去向不是由神明决定，而是完全取决于我们累世累积的善恶业力与深植在灵魂深处的习气。如果你好奇自己或身边的人上辈子究竟是从哪一道来的，其实答案早就写在我们的脸上，藏在我们今生的举手投足之间。这绝不是什么怪力乱神的迷信。在今天的影片里，我将为你揭开6道轮回的最底层逻辑，教给你一面看透生命的灵魂之镜。只要跟着我看下去，你就能精准看懂自己和身边的人究竟是从哪一道转生而来。我还会教给你一套日常的洗心指南，帮你逆转累世的宿命，让你这辈子就能活出最干净、最富足的好福报。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先深呼吸，把心静下来。我们接着往下看。在我们深入这趟灵魂的探索之旅前，如果此时此刻我们能静下心来聊聊生命的真相，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福报。我们把心收回来。刚刚我们提到灵魂的流转是有惯性的，在佛教里，这种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惯性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习气。关于习气，大宝积经第72卷里有这么一段非常精彩、直指人心的记载。经文的大意是说世间所有众生的身体、长相，这一切的一切，皆是因果的显现。我们世人的身形、相貌、言行举止，甚至是你那些不经意的小动作，没有一个是无缘无故的。每一个人的习气都有它深刻的来由，都是过去无数个念头和行为的结晶。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把心静下来，带着觉知去观察一个人的外相、说话的语气、和人互动的动作，就可以知晓他究竟是从6道中的哪一道轮回而来的。为了怕我们凡夫俗子听不懂，佛法里用了一个超级生动、非常接地气的比喻。他说这个习气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大蒜的气味。大家想象一下，一颗大蒜，就算你把它碾得粉碎，剁得再细，甚至在上面喷洒了最昂贵、最浓郁的香水，试图掩盖它的存在，那个呛鼻的蒜味依然会若隐若现，难以彻底消除，总会在某个瞬间飘散出来。我们灵魂的习气也是一样的，不管我们这辈子投胎到了什么样的家庭，换上了多么光鲜亮丽的皮囊，拥有多高的学历，多显赫的社会地位，我们灵魂深处那个大蒜味，也就是我们前世在6道中染上的种种习性，依然会透过我们的眉眼、我们的脾气，我们面对利益和冲突时的最真实反应，一点一滴地渗透出来，无所遁形。更奇妙的是，俗话说物以类聚，众生也会因为拥有相似的习气而互相吸引，群聚在一起。大家带着相同的频率，共同制造，承担相同的命运。这在佛法里就叫做共业。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会觉得某个群体、某个办公室
甚至是某个家族，总是弥漫着极度相似的氛围和纠葛，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将大家紧紧绑在一起。了解了这个灵魂大算位的底层逻辑，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照一照这面六道之镜了。我们要先来看看那些从三恶道，也就是地狱道、畜生道和恶鬼道转身到人间来的众生，他们的灵魂深处到底带着什么样难以抹灭的伤痕与习气？我们又该如何用慈悲的眼光去理解他们呢？准备好我们要来照镜子了吗？首先，我们要来谈谈三恶道、地狱道、恶鬼道，还有畜生道。很多人一听到恶道，直觉就认为，这些人一定是坏人，是十恶不赦的恶棍，是来报复社会的。其实，佛法里的恶指的不是世俗法律上的坏，而是代表着极度的痛苦与不自由。从三恶道转生来的人，他们不是来欺负你的，他们是带着满身的伤痕，还在习惯性的流血，他们的心灵一直处于极度紧绷的状态。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从地狱道出来的人。大宝积经里形容，这些人说话的声音就像是受惊的骡马一样，非常大声，而且带着一种撕裂感与急躁，仿佛随时都在防卫。在现代社会里，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他不管遇到多小的事情，反应都极度激烈，跟家人沟通总是用吼的，在职场上一遇到冲突就理智线断线大暴走，好像全世界都要害他一样。经文里还说，他们少信多狂语，很难信任别人，内心充满了猜忌，最后往往落得孤独一人，没有亲朋好友愿意靠近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地狱道是一个充满极端恐惧、被烈火与刀山无情折磨的地方。他们虽然这辈子投胎做人了，可是灵魂深处那个随时会被打、随时会被害的恐惧感还没有消除，所以他们像刺猬一样，用暴怒来掩饰脆弱，用怀疑来推开别人。看似是他们在伤害身边的人，其实是他们自己心中的地狱之火，从来没有熄灭过，每一天都在炙烤着他们的灵魂。接下来，我们看看从恶鬼道出来的人，经文里对恶鬼道习气的描述非常传神。他说这些通常看起来黑黑瘦瘦的，脸上没有光泽，最重要的是，他们常觉饥饿口渴，个性极度悭贪、嫉妒。在现代生活里，恶鬼道的习气通常会变成一种无底洞般的匮乏感。你想想身边有没有那种明明户头里已经有好几千万，却连家人看病都不愿意出钱的人？或者有没有那种家里堆满了各种纸箱、垃圾、破铜烂铁，怎么劝都不肯丢的囤积症长辈？甚至经文还提到，这些人特别喜欢跑那种求偏财、不走正道的阴庙或神坛，整天妄想着一夕致富。他们不是真的没钱，也不是真的没东西吃，他们是灵魂在挨饿。恶鬼道众生的喉咙像针一样细，肚子却像山一样大，看见水，水就会变成火，永远吃不饱，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他们投胎做人后，依然充满着算计、贪婪，看到别人好就嫉妒，稍吃一点亏就愤恨不平。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回荡，不紧紧抓着，我就会活不下去。最后，我们来聊聊从畜生道出来的人。经文说，从畜生道来的人，神智暗钝，为人处事愚蠢，少智慧，做事无分寸，喜欢搬重物，而且很会赖债，挑拨是非。这听起来很像是在骂人，对吗？但我们换个角度想，动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动物的世界是毫无底线可言的，只有生存本能，只有弱肉强食。所以带着畜生道习气的人，他们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往往是拒绝开启更高的觉知。他们可能身体很强壮，却懒得思考深层的问题。他们的生活环境可能很脏乱，却毫不在意
随遇而安，到了一种麻木的境界。他们借了钱不想还，觉得这是我凭本事弄来的，为什么要还？他们喜欢在背后嚼舌根，造谣生事，就像动物在争夺地盘一样，只顾眼前的利益，完全不管因果报应和未来的发展。佛法说，这叫做愚痴，不是指智商低，而是指灵魂被蒙蔽了，看不见宇宙运行的真实法则，只被最原始的欲望驱使。以前有一位修行极高的禅师，在路上遇到一个对着他破口大骂、行为非常粗鄙的路人。禅师旁边的徒弟气得想上前理论，禅师却轻轻拉住了徒弟。徒弟不解地问：师父，这人如此无礼，您不生气吗？禅师眼眶泛红，轻轻地说：我不生气，我只觉得心痛。你看他穿着人的衣服，但我却看到他在地狱和畜生道里受了千万年的苦，好不容易得了一个人身，却还是被过去的习气绑架，又要走向一条黑暗的路。他太苦了，我们怎么忍心再对他发脾气呢？各位朋友，这就是佛法的慈悲。下次当你再遇到那些暴躁的老板、吝啬到极点的亲戚，或是蛮不讲理的邻居时，试着深呼吸，不要在心里骂他们。你可以试着在心里默默对他们说：原来你的灵魂受过这么重的伤，原来你还没有从过去的痛苦里走出来。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身上的磁场就变了，你就从这场情绪的共业里解脱出来了，不再与他们互相纠缠。看完了三恶道，是不是觉得无比沉重呢？生命当然不只有痛苦。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另外三种灵魂的底色，这三种被称为三善道，分别是阿修罗道、人道还有天道。他们身上又带着什么样不可思议的光芒与考验呢？首先，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意思，在我们现代社会里也超级常见的从阿修罗道转生来的人。在佛教宇宙观里，阿修罗是一种很特别的存在，他们拥有像天人一样的福报和能力，可是他们却没有天人的清净心与平和。经文里说，从修罗道来的人十分高傲自大，我慢之心非常强盛，动不动就生气，很爱跟人硬碰硬，凡事都要争个输赢。大家把这几个关键字拼凑起来，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在现代社会，从修罗道来的人往往是那些世俗眼光中的成功人士、高阶主管，或是竞争力极强的职场精英。他们通常很有能力，做事雷厉风行，甚至外表看起来也孔武有力，气场很强。但是他们灵魂深处的习气是较劲，是永无止境的比拼。你一定遇过这种人，在公司里，他见不得别人比他好，只要同事被老板夸奖，他心里就不舒服，甚至会在背后两舌，也就是挑拨是非，非要把别人扳倒才罢休。在婚姻里，吵架时他绝对不认输，一定要争个面红耳赤，证明自己才是对的，甚至会用很尖锐的话去刺伤最亲密的另一半，只为了赢回那一口气。经文还提到一个很传神的细节，修罗道的人就算进了佛门，动机也不单纯，他们可能会在心里暗自比较，我捐的钱是不是比别人多？我念的经是不是比别人长？我在道场里的地位是不是比别人高？修罗的苦叫做赢了天下，却失了人心。他们的心胸极为偏狭，充满了嫉妒与嗔恨，无法体会真正的宁静。所以当你看到身边有那种极度好胜、充满攻击性的人，请在心里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因为他们的灵魂正无时无刻地在战场上厮杀，他们其实活得非常非常累，连睡觉都无法真正安稳。说完了修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最让我们感到亲切的，从人道死后再次转生为人的人。佛教说，人生难得，
能够带着人道的清净习气再次投胎做人，是非常珍贵且幸运的。经文里形容这类人个性贤良正直，有忠有孝，知恩图报，做人做事有原则有分寸。我们身边一定有这种像大地一样温暖踏实的朋友，他们可能不会甜言蜜语，也不会花言巧语地讨好你，但只要你对他好，他一定会找机会报答你，默默地为你付出。他们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也不会轻易背叛朋友，重情重义。而且从人道来的人身上有一个非常宝贵的特质，叫做有惭愧心。经文里说，如果有人故意造谣毁谤他，他通常不会用同样恶劣的手段去报复。为什么？是因为他懦弱吗？不是的，是因为他觉得羞耻。他的内心有一把道德的尺，他觉得像修罗或畜生那样互相撕咬、互相伤害，实在太难看了，失去了生而为人的尊严。他宁可吃点亏，也要守护自己内心的厚道与信用。他们是真正懂得和睦相处之道的人。跟这样的人相处，你会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不用随时防备着被暗算。最后，我们来看看福报最大的从天界转生人间的人。天界是一个纯粹享受快乐、充满光明与美好的地方。从天界来的人，他们身上自带一种仙气。经文形容他们长相端严，乐好清净，喜欢穿着庄严，喜欢涂抹淡淡的香气。这不仅仅是指外表的好看，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一种干净的频率。在现代生活里，从天道来的人，你一靠近他，就会觉得磁场特别干净、舒服。他们通常很有智慧，喜欢音乐、艺术这类美好的事物，品味高雅。最特别的是，他们情绪非常稳定。经文说，他们为人做事含笑不嗔，即使真的遇到让人生气的事，他们发脾气也是有道理、有德性的，绝对不会口出恶言去伤人，总是能保持优雅和理智。天道来的人对世间的名利通常看得很淡，别人抢破头的东西，他们常常一笑置之，觉得没有必要争得头破血流，因为在他们灵魂的记忆里，早就体验过比这好上1000倍、10000倍的快乐了。所以他们来到人间，更像是来体验和修行的。只要因缘具足，他们非常容易发起求道、出家的心，很快就能在修行上有所成就，因为他们的灵魂本来就无比轻盈。各位朋友，讲到这里，6道的习气我们已经全部详细的对照了一遍。你有没有在这些描述中看见了身边的某个人，或者在夜深人静时，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看见了自己灵魂里的大蒜味？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上带有一些修罗的嫉妒或是恶鬼的匮乏，请你千万不要气馁，也不要感到害怕或自责。既然习气是生生世世养成的，是长时间累积的惯性，那我们就有能力在这一世把它洗掉。趁着我们现在还有着宝贵的人生，拥有选择的权利，我们该怎么做才能逆转这些累世的惯性，重塑我们的灵魂呢？佛法说万法唯心造，既然习气是过去生生世世的心念造就的，那我们只要从现在开始改变心念，就能逆转命运的齿轮，改变未来的走向。很多人以为修行就是要去深山里打坐，或是每天念几万遍的经，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其实不是的，真正的道场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在我们每一次的起心动念之间。今天我为大家整理了4个非常简单，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开始做的洗心微行动，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洗涤灵魂。第一个微行动叫做情绪升起时的3秒暂停法，这是专门对治地狱道的易怒，还有修罗道的冲动。下次当你遇到让你不开心的事情，
比如孩子不听话，另一半说了难听的话，或者在路上骑车开车被别人乱按喇叭。当你感觉到那股无名火快要冲到脑门，忍不住想要破口大骂，理智线即将断线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在心里大喊一声停，然后在心里默数1、2、3，接着深深地吸一口气，再缓缓吐出。就这短短的3秒钟，你的理智线就能重新接上，大脑皮层就能夺回控制权。你可以告诉自己，这是我的习气又在发作了，我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我才是情绪的主人。这3秒钟的觉察，就是你截断恶道轮回最有力的一把智慧之剑。第二个微行动叫做破解匮乏的微小布施，这是用来对治恶鬼道的悭贪与嫉妒。布施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倾家荡产。如果你去便利商店买东西，找零的几块钱或者是一张电子发票，你可以随手捐到柜台的零钱箱里。如果连钱都不想花怎么办？完全没关系。佛教里有一种布施，叫做言施跟言施，也就是给予别人好脸色和好话。今天试着对大楼的管理员微笑说声早安，表达你的善意。试着在同事帮你开门时，真诚地看着对方的眼睛，说一句谢谢你。当你开始愿意给予，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一句温暖的话语，你灵魂里那个永远吃不饱的恶鬼就会得到甘露的疗愈，你的磁场就会开始逐渐往富足的天道靠近，你会发现生活变得越来越宽广。第三个微行动叫做睡前3分钟的随喜练习，这是用来彻底化解修罗道的比较心与见不得人好的习气。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的时候，请你回想今天发生的一件别人身上的好事，可能是朋友升职加薪了，可能是邻居买了新车，或者是某个素不相识的网红拍了一支好看的影片，获得了100万点阅。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我真为你感到高兴，愿你越来越好，愿你的快乐能够持续。在佛教里，这叫做随喜功德。当你真诚地为别人的成就感到高兴时，你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就能获得跟对方一样大，甚至更大的福报。这能极大地拓宽我们的心量，让我们不再被狭隘的嫉妒心囚禁，活得更加通透自在。第4个微行动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好好说话的练习，这是守护我们人道与天道清净磁场的关键所在。从今天开始，试着把抱怨的话改成感恩的话，把批评的话改成建议的话。例如，把带有指责的你为什么每次都迟到改成温和的我们下次早点出发好不好？经文里说，天人讲话总是吐言柔美，不伤人。语言是带有能量的，当你开始有意识地让自己口出善言，你的声音就会带有一种安定的频率，能够抚慰人心。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喜欢靠近你，因为和你相处没有压力，你的贵人运也会莫名其妙地变得特别好，一切的善缘都会向你聚拢。各位朋友，这4个小动作都不需要花大钱，也不需要极高的天赋，更不需要你改变现在的生活轨迹。只要你愿意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去实践，时刻保持觉察，你就是在帮自己的灵魂洗澡，洗去那些沉重的大蒜味，迎来阵阵令人心安的清香。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如果这个带着恶道习气的人不是路人，而是我最亲近的家人、另一半，甚至是我的父母，我该怎么办？我逃也逃不掉啊。佛教里有一句话说，不是报恩就是报怨，不是讨债就是还债，这就是一家人的缘分。面对家人，我们常常觉得最痛苦，因为距离太近，没有缓冲的空间，彼此灵魂深处的习气会直接甚至赤裸裸地互相碰撞，撞得双方都头破血流。这时候，我们除了运用前面说的
4个微行动之外，在心态上，我们还要学会一个更高阶的智慧，叫做温和的边界感。你要明白，即使是最亲近的人，灵魂也是独立的，你不能替他修行，你也无法强行洗掉他灵魂上的大蒜味，他的暴躁，他的极度自私，或者是他的情绪勒索，那是他自己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功课，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单方面就能解决的。你可以用人道的慈悲去包容他，给他倒一杯水，给他一顿温饱，但你不需要把他的痛苦背在自己身上，更不需要跟着他一起陷入情绪的地狱泥淖里。当他在发泄过去世的业力时，你可以选择在心里默默为他念一句佛号，或者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不去接他抛过来的情绪垃圾。这绝对不叫无情，这在佛法里叫做智慧的抽离。当你不再痛苦地试图改变他，不再歇斯底里地与他争吵，只是平静地、温和地守住自己的底线，做好你该做的本分时，你会发现一个奇迹，你们之间那条紧紧缠绕的恶缘，反而会因为你单方面的停止拉扯，而慢慢开始松绑，因为他发出的业力打在了一团柔软的棉花上，再也起不了作用。这就是在家庭最深重的共业中，最好的一种自我保护，也是最高级的一场修行。我们的节目也慢慢来到了尾声，讲了这么多大宝积经里关于六道众生的各种习气和特征，其实我最想跟你们分享的，不是一门如何看透别人的技术，而是一份真正的慈悲。很多人学了佛法，知道了一些因果的道理，就很容易拿着这些道理当作放大镜，去严格的检视身边的人。看到别人生气，就说人家一定是地狱道来的，造了什么孽。看到别人爱计较，舍不得花钱，就在心里默默评判人家是恶鬼道来的，福报太浅。请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佛陀留下这些不可思议的经典，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去给别人贴标签，更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定别人的罪，产生一种我比你清高，我比你懂的傲慢。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又落入了另一种修罗道的陷阱里。佛陀的本意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那些脾气古怪的人，那些不可理喻的人，甚至是那些曾经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人，其实他们坚硬的刺猬外衣底下都还住着一个千疮百孔正在受苦的灵魂。他们被前世的无明和痛苦紧紧绑架着，身不由己，在轮回的漩涡里苦苦挣扎。当你懂了这一点，你心中的怨恨就会瞬间融化，你的心胸就会瞬间打开。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坏人，只有受苦的人，只有在漫长黑夜里迷路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不论现在是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生病，聪明还是愚笨，我们其实都在这条名为轮回的漫漫长路上彼此相伴，互相考验。有时候它当你生命里的逆境来磨练你的耐心和智慧，有时候你当他生命里的菩萨去点醒他的执迷与无明。既然大家都是流浪在生死苦海里的同路人，都渴望着离苦得乐，我们又何必再互相折磨，互相计较呢？趁着这辈子我们还有缘分相遇，还有幸能够带着宝贵的人生听闻佛法，不如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放下过去的恩怨，解开累世的结，用人道的温良，用天道的清净，去包容身边每一个带着伤痕的灵魂，也去深深地拥抱那个可能还不够完美的自己。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和我一起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影片的留言区就像是我们共同凝聚的一个能量场，我希望大家现在可以花个半分钟的时间，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善言，或者是一句祈福。你可以写下愿世间所有受苦的灵魂都能得到平静，
也可以简单的写下愿家人平安，愿自己生出慈悲与智慧，或者你可以写下任何一句温暖的话语。当几千个人、几万个人都在这里留下充满爱与祝福的文字时，这个影片的留言区就会形成一个频率极高、无比亲近的正向磁场，而你留下的每一句善言都会成为一颗光明的种子，它不仅能照亮那些刚好点进来心情低落的陌生人，最终这份善念也会产生强大的回响，跨越时间与空间，回到你自己以及你最爱的家人身上，保佑你们岁岁平安。这就是最简单也最不可思议的修行，相遇就是最深的缘分。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像一阵清风一样拂去了你心头的一些烦忧，或者对生命的真相有了新的启发，我诚挚地邀请你点击订阅，加入我们共修的行列。也欢迎你把这部影片分享给身边你在乎或是正处于低潮的朋友。你的每一次订阅与分享，不仅是对这个频道最大的护持，更是在广结善缘，把这份清净的能量传递给更多需要温暖的灵魂。谢谢你们今天的陪伴，也谢谢你们愿意敞开心扉留下的每一句祝福。愿你在未来的每一个日子里心安人安，一切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